花家色自茂，那春花娇艳似水难忘。纵欲无尽，却总是能引人惆怅。独自流醉，暂忘是你留下。断桥边，寂寞多是低藏。往来客，热闹是他人场。旧交春愁，繁华总是难遮掩住惆怅。独留情深，年年无凭托望。不相认，这竟是烟雨一场。不相看，聚散离合空茫。一过三口，人笑影似流往昔的红妆。今夜醉，泡影入眠相望。丁七，你还活着！丁七，丁七，丁七，你是不是还活着？你听到了吗？丁七，你回答我！丁七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回答我！丁七，丁七，丁七，你是不是还活着？你回答我呀！殿下，黑风寨呈给下官的，真的尽在此处啊！是吗？是，当然，下官与您结识这么多年，一直忠心耿耿，请殿下明察。你对我的忠心，我怎么可能怀疑呢？只要白崇业依然相信你是东宫的人，你的好处，我怎么可能跟你计较呢？我潜伏黑风寨许久，却难有收获。或许是我们一开始就错了。他多年来通过下级官员向东宫输送利益，却根本算不得是太子的亲信。殿下，你是不信我吗？不，你说的我就信。但是我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，还是那以一敌百的绝世神兵。这个白崇业，就算并非太子一党，但是这件兵器藏在手里不上交朝廷，是何居心呢？真的有那样的东西吗？白崇业自从失子后，形容萧索，再不复从前的意气风发。我真的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淳于，你现在已经跟白崇业产生了感情，你自然难有公允的评断。但是这件兵器一天不在朝廷手里，天下纷争，生灵涂炭，不可避免。这都已经是50年前的事，说不定这件兵器只是以讹传讹呢。我知道你现在是情义两难全，但是我的消息来源是绝对可靠的。好吧，殿下，您是否认识高大人？为何突然有此疑问？方才我看到有个人从客栈走出来，神似高大人。
你没有看错，的确是高达。但我没有想到，殿下和高大人之间会有瓜葛。这个高达呀，是个骑墙派。他虽然是太子一党，但是他也不想得罪我。他来找我呢，我就随便应付了他2句。春雨，朝廷之事，有太多都是违背我本心的。我知道，人心世故，皆是不得已。我只想请求您一件事：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结束，我们找到了那件绝世神兵，我想请殿下放过黑风寨上下所有人。好，多谢殿下。大哥，近日三江会屡屡在我们地盘生事，在长乐坊前几天，他们冤枉我们一个姑娘，说偷了银子。那长乐坊的兄弟就跟他们打起来了，结果打伤了他们的2当家。有没有找人赔礼道歉？是他们惹事在先的。我知道了。今天召集大家，我有件事要宣布。经新义堂一役，我身体大不如前。古人云：“盛极而衰。”我早晚会有心无力的那一天，倒不如早些退下来。过一阵，我会邀江湖上的朋友宣布金盆洗手，以后寨子里的大小事宜，就都交由新任大当家。圣武，哎，大哥，以后大小事你要多费心。你放心，大哥，我一定会做好的。辅佐好淳于，啊，带兄弟们过上好日子。你有何异议？没有，大哥说什么是什么，我听大哥的。以后，三爷的意思，就是我白崇业的意思。你们如何对我，便要如何对他。是。至于薛进，二弟，你帮我修封书信给他，在雍翠阁摆一个和事酒，我会等他前来。他2当家的事，我会给他一个交代。好，大哥。哎，还站在这儿干什么？都散了，散了。是。大哥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之前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为什么你还把黑风寨交给我？难道你不生我的气吗？被最信任的人怀疑，当然生气。但是气了一阵之后，突然发现，以前我对你百般试探，为什么你就不能试探一下我呢？是合道理。就算你原谅我了，你也不必做出这种决定。也许正是因为你这次试探，让我感觉你是个可堪大任之人，一个不会轻易信人、对万事皆存防备之心的人，才配做我黑风寨的第一把交椅。但是，你正值壮年，我对江湖纷争已无兴趣。金盆洗手之后，我要离开这黑风寨。你要去哪儿？你还记得你送我的生辰礼物吗？永兴3年，无量师和天涯子相逢于商水。那我就先去一趟商水，然后再去一趟燕山最终的燕山。等我们再相见的时候，我已经成了拂衣公子，也未可知。大哥，三弟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这么快扔下你不管。我会帮你扫清黑风寨的所有障碍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珍珠的死你很难过，我也知道我之前说的话是重了点，但是我不想你在最艰难的时候突然做出这种决定。若有兄弟陪同，路会更好走些。
大哥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天气转凉了，我给你拿了几件厚衣裳。谢了，我做了几个菜，一块吃吧。看起来你心情好很多了，是吗？我这个人开心的时候也在笑，不开心的时候也笑。不说这些了，你尝尝吧。怎么样？怪不得公子喜欢。不想提的。总之，这次谢谢你救我出来，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会把你当敌人的。我本以为你救我出来是有别的目的呢。趁人之危，敲人墙角。我认识公子很多年了。我要是真的存了这样的心思，何必等到今日啊？我放你出来，是不想要看到他为你难过。你很爱他。也许是吧，但是从未想过去争取。我是一个青楼女子，配不上他。我只想让他开心快乐。有句话叫喜欢是放肆，爱是克制，说的应该就是你们这样的人吧。我原本呢，也不想做这样的人，可我知道公子的性子，他以前受了很大的伤害，我不是能打开他心门的那个人。而你，我觉得你心里也藏了很多事，你能让他快乐，他能让你快乐，你们能够互相治愈。要是真的因为误会而分开，就太不值了。柳依依，你这人真的挺不错的。圣武，学兄，请。你们白虫叶不是要在雍翠阁摆和氏酒吗？你又来？你们黑风寨的人就这么喜欢请客吃饭？这同样是请客吃饭，有的是鸿门宴，有的是交朋友，这可不一样啊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你与白虫叶吃饭时，身后多了一众百发百中的弓箭手，这样的饭吃起来，是不是更有意思？好你个白虫叶！哎，学兄莫气。什么抱病在身、金盆洗手，全都是骗人的幌子。哎，那倒也未必。听说你们相识10几年，交情不浅呢。这王我跟他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当他是亲大哥一样。这到头来连自己干儿子的一条腿都保不住，我还妄想着要接替他大当家的位子。圣武，我明白了，来，我陪你喝。好，来，干！放心吧，躺好。小娘子，小娘子。叶锦轩，叶锦轩，你醒醒！叶锦轩，谁？驾！
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二哥，办事。我带您去弄干净吧。我去就来。好，这边请，请。他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薛兄，哼，都说雍翠阁的饭菜出了名的好吃，怎么我一来就上了盘猪食啊？雍翠阁已经不是我黑风寨的产业。把这收了。今天既然是我做东，如果薛兄不满意，我大不了另换一份便是。这东西有人让我交给你。这里面是什么？你看了就知道了。瑶瑶，一炷香内杀白虫叶。还是主食。哼，你有没有听说过“境由心生”这个词儿啊？啊，这原本的美味到了您嘴里都成了猪食，也不知道是饭菜不好吃啊，还是你说什么呢你？以为我听不懂吗？薛兄息怒，我这位兄弟不太会说话。今天既然是和事酒，过往种种，我一定会给薛兄一个交代。请。确实难吃，不能怪薛兄。去把桑桑、圣圣叫来。啊，关他俩什么事儿啊？今天我招待的是贵客，怎能用这种菜式？简直是丢尽我黑风寨的脸！还不快去！哦，这都做的什么菜？有悖我黑风寨的待客之道，还不快去换掉！是。在白爷手下做事真是凄凉啊！就算给我做个小妾，也比在这儿被呼来喝去强啊！大当家，你看他，还不赶快滚！是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这就重新备菜。光兵有意速教援军。三弟啊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来来来，快请坐。来，三弟啊，你一向足智多谋。你倒是说说，咱们跟三江会的事怎么解决？这一直以来不都是二哥在筹划吗？让你说你就说，别拖拖拉拉的。让我想想。还没想出来吗？这都半炷香的功夫了。莫非二哥有什么急事？我能有什么急事？你不急我急。白虫叶，我兄弟受了重伤，这笔账怎么算？你给个痛快话吧。薛兄，
我说过给你一个交代，你的二当家受了伤，我把我的二当家赔给你，怎么样？大哥，你看你是亲自动手，还是我帮你？大哥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看来白爷真把自己手下的性命当草芥一般呢。不过今天就算你把二当家的性命给我，我兄弟也不高兴。薛兄如此心疼我二弟，我替他谢谢你。少来这套！这样，我要你承袭所有酒楼14、妓院、赌房，总共18间。你答应也得答应。你若不答应，春雨，你将是我黑风寨新任的大当家，你怎么看？大哥，我三弟啊，你今天怎么一直心不在焉呢？我倒是有一计。说。三江会一直以来都是以漕运为主，码头经营为辅，酒楼14、妓院、赌坊是好，但要是落到不会做生意的人手里，那也是枉然。薛老大要的也只是银子罢了。我知道大哥手上有一样好东西，比这18间店铺更值钱。是吗？我都不记得了。是一幅画，大哥。无量师与天涯子相逢于商水，他们大战3日3夜，后引为知己。无量师做了这幅画，留作纪念。须知这无量师是一代丹青圣手，天涯子更是世外高人，行踪飘忽不定。如今这幅画已经辗转到了大哥手里，拿出来卖的话，薛老大，你可是能赚上万金的。那又怎么样？画到我手里，我都不知道卖给谁。再说了，你们要是弄幅假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就是，这算什么法子？夏春雨，你不会就剩这些花肠子了吧？啊？这香可快烧完了。最近脑子不太灵光。大哥，要不就按姓薛的说的来吧。三弟，大哥，那我也无可奈何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夏晨宇，你还真敢动手啊！这不是你想要的。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夏纯瑜勾结三江会，背叛黑风寨，格杀勿论。难得你不是真的想我死？大哥，你……大哥，大哥，我收到你的消息了，圣武安排的弓箭手现在已经全部换成我们的人了。你们，无量师和天涯子相逢于商水，只有琴瑟合奏，并没有大战3日3夜。
你一说我就明白了，你跟薛进身上是同一种酒味儿。如果你昨天晚上没有跟他在一起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左撇子？大哥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瑶和依依在哪里？放开，放开！你要是现在杀了我，就永远别想再见到他们了。他们会活活的渴死、饿死。快带我去！就在前面，但是只能夏春玉一个人去。你现在还能跟我讨价还价？让兄弟们在这守着。是。带路。到了，去死的吧！三弟，大哥，大哥，三弟，大哥，你就这么愿意跟夏春雨一起死吗？啊！你本不必与我一同涉险的。兄弟之间废话少说。大哥，他们真在这儿？好像在那边。瑶瑶，我们一个个找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，大哥？你现在赶快去找到他们，然后带他们出去。大哥，你在说什么？要走一起走，我们一定有法子出去的。做了这么多错事，该有这样的报应。要不是你非要见到何世桥对付薛进，今天也不会发生这种事。我只是想尽我所能帮你扫清障碍。你早料到圣母会对我动手。其实我一直看不上他，让他受了不少委屈，是我对不住他。大哥，你别说了，我们快走。大哥，大哥，走开！大哥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是我的错，我只是想让你多看我一眼。大哥对不住你，你生性鲁莽，被你那干儿子迷了眼。你答应我，以后跟着三弟多学一学。我为什么要跟他学？二弟，你现在还觉得他比我好是吧？没想到，二弟，二弟。那我们就一起死。干什么？毁天灭地！二弟，大哥，我和你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如果你愿意放他们一条生路，自然也可以放自己一条生路。你永远是我二弟，过往种种，我不会放在心上。二弟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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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事吧？跟我来，大哥。我知道出口在哪儿，快跟我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你走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下山，永远不要再回黑风寨。你真的不杀我？杀光了所有人的黑风寨，还是我们的黑风寨吗？但是
是我背叛了你，背叛了黑风寨，你们所有人都差点死在了我手里。做人是要求生的，大哥，你变了。在你心里，我不早就已经变了吗？是。我这一生做的最错的一件事，就是害死了从前的老三。要是没有那件事，你也不会对我有成见，夏晨宇那小子也不会蒙蔽了你的心。你到现在都不知道错在哪儿，我也帮不了你。大哥，是你不知道错在哪儿了。我给你备了一份大礼，随后就会送到，看了你自然就会明白。黑风寨要是有一天毁了，一定是毁在你手里。后会无期。好。干爹，儿子，儿子，好儿子。干爹，我为什么没死，对吧？你放心，你干爹没那么容易死。我算是想明白了，只要能活下来，咱们一定能东山再起的。对，好，东山再起。哎，干爹，坐。好，咱俩喝点啊，咱俩喝点。干爹，儿子，来，干爹，来喝酒啊！来，干爹，先喝一口。干爹，吃这个烧鸡。哎，儿子，这是我的全部积蓄，有了它，我们一定能够从头再来。干爹，我的计划原本天衣无缝，为什么白崇业没有死啊？哎，别提了。干爹，是不是你自作主张，改变了计划？你不想杀白崇业？我跟你说，别提了，都怪我心太软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我的人生里面只有你，你就是我的乖儿子啊！不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最好的朋友啊！太迟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在这酒里面下了毒。聪明啊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啊！是谁指使你的？是谁指使我的？自然是我自己指使的自己。程武，你我年岁相当，你何德何能做我的干爹啊？我潜心设计10世机关那么久，要不是你这猪脑子和狗屁的兄弟情谊，黑风寨早就是我的了。你背叛我！对呀，你不也背叛了白崇业吗？干爹，我
我这都是跟你学的。你何德何能做我的干爹啊？我潜心设计实施机关那么久，要不是你这猪脑子和狗屁的兄弟情谊，黑风寨早就是我的了。你背叛我！背叛？你不也背叛了白崇业吗？干爹，我这都是跟你学的。你这畜生！畜生！哼，我是畜生，可我是个活着的畜生，比你这个死了的人强。依，你要的东西我拿来了。谢谢，帮我放桌上吧。本来说给你当新婚礼物的，实在没舍得，趁今天就要回来了。晚来天欲雪，能以一杯舞。今年冬天，我们终究不能在一起饮酒了。依，你确定了吗？赵公子的花轿都到门口了，你还跟我说这样的话？我早就告诉过你了。难得赵公子他书香门第，家中长辈又不嫌弃我，愿以3媒6聘正妻之礼来娶我。这样天大的好事，我要是错过了，岂不是天下最傻的大傻瓜？我祝福你。你没有其他的话要跟我说吗？今日一别，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再见了。没有了。也对，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我就把心里话全部说出来，会不会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？依，叶锦轩问过我，为什么没有想过要争取一下？我说，我不争取，不承认，也就不会被拒绝了。请。谢谢你给我的陪伴，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。天底下需要回报的感情，都不是真感情。再说了，你都救过我2次性命了，怎么算没有回报呢？时势已经到了。那我先走了。请停住在这一瞬间，将时间都冻结。刚褪去这热
声，余温就暖在心里，好像是这一场盛宴，回味竟有些甜。那次在山洞的时候，我想，我要是就这么死了，就可以叫你一辈子都惦记着我。可我偏偏活了，活着也很好。这样我就可以一辈子都惦记着你了。川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这一生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。祝你跟叶锦轩白头偕老，长相厮守。再见了。你知道吗？山下村民发现了圣武的尸体，但是不知道他是心灰意冷跳下去的，还是失足落水。大哥，这一年到底是怎么了？昨日还是繁华一片，今天是不是真的大厦将倾？我所为之奋斗的一切，就像一场梦一样。不会的，大哥。你还记得江月死前说过什么吗？兄弟相残，黑风寨灭顶之灾。那些胡言乱语，你就别信了。我其实不怕死。有的时候我还很想死，我要为我犯过的错负责。只是我希望三弟你能答应我，能带领黑风寨的兄弟有朝一日重现我们的荣光。我也很想答应你，这就足够了。过几日，你就是黑风寨新任的大当家了。再为我奏一曲吧。
你的伤好了吗？早就好了。也是，柳依依都嫁人了，你的伤肯定早好了。瑶瑶，我跟她之间，我知道，也不用解释。柳依依非常非常喜欢你，但是你呢，一直以来把她当成打探消息的工具，倾诉心情的垃圾桶。如果是我，我也会离开你的。我已经有你，我不能再。柳依依其实是累了。这个世界上再深的感情，如果一直经历着挫折，都是会累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春略，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瞒着你。咱们俩的相遇，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就算相遇是错的，相爱也是没错的。相爱，其实我想的相爱套路并不是这样的，可是咱们俩的故事太轰轰烈烈了。最早跟你谈恋爱的时候，我真的挺开心的，可是后来，咱们俩的感情夹杂了太多的鲜血和眼泪。我知道你是没有错的，可你给了我多少快乐，就会有多少痛苦，我没办法承受。但你如果反过来想，有多少痛苦，不就有多少快乐吗？我在黑风寨的事情都快要解决了，就算还没有解决，我也答应你，我会放下眼前所有的事情，我带你离开，我们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吧。那你不当你的大当家了？我本来就不想当大当家。那白冲夜你也不管了吗？你是卧底，你学过怎么骗人的，我可不会。你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就一次。等所有的事情了结之后，我带你去真的伦敦、巴黎、日本。你想哭我陪你哭，如果你想笑，我也陪你笑。你想去哪儿，我都陪你去。我还没原谅你呢。我知道，但你肯相信我了，这是我最大的幸运。大哥，什么事？大哥，我这里有一封信，上面写着让您亲启，但是却没有写落款。我看着字迹，倒像是……像谁？像二哥。先下去吧。是。我给你备了一份大礼，随后就会走到，看了你自然会明白。黑风寨要是有一天毁了，一定是毁在你手里。大哥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，不如把证据交到你手上。你放心。这件事跟彭武无关，是我自己暗中调查的。还记得锦绣坊的事吗？当日你不让我往下查，可我坚信那里有疑点。后来我终于查到，锦绣坊真正的老板已经死了。这条线索虽然断了，但夏晨宇有问题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最终，我找到当年在流放途中押送谢千帆的军士，取出了谢千帆的骸骨。
大当家。三爷，在下还有事，在下就告辞了。拜托了。三弟，大哥，那个人是谁？他是丹青馆的陈老板，我向他求一支笔，还没有谈拢，他就有事走了。一支笔，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笔。哼，一支笔而已，您还跟我卖关子？大当家，三爷，许多帮派送来贺礼，您看要怎么安置？三弟，你去处理一下。是。陈老板。哟，大当家的。刚才我三弟说要买你一块砚台。砚台？大当家的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搞错了吗？三爷一定要一只无量师用过的羊毫，说是送给您的礼物。我这里倒是有一只绝品，不过早就被人给订出去了。大当家的要是想要砚台的话，我这里可是有好几款上品呢。不用了。啊，大当家的，那在下先告辞了。左边再往上点。哎，正一点。再往上点。明天就是大当家的金盆洗手宴了，咱们动作快一点。那边还有布置呢，得抓紧了。好。三弟，你看我求来什么了？大哥，这是什么？你不都看到了吗？也对，一张地图而已，说明不了什么。听闻石灵谢家与智纯禅师交好，尤其是谢家小公子有幸习得禅师石火光中祭此身的五善绝技，但是三弟从来没有施展过。大哥今天很想看看。大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三弟既是谢千帆，又何必对大哥有所隐瞒？你对我到底有没有真心？大哥，你还愿意听我说吗？你我性情虽然迥异，但在黑风寨的这些日子，我只想到一句话：白首如新，情盖如故。好一句白首如新，情盖如故。那世间安得双全法又是什么意思？我的确不是谢千帆，大哥。其实我是……大哥说句心里话，你现在是谁我都不在乎。夏春雨、拂衣公子、谢千帆，只是一个名字而已。在我心里，我认定的是你这个人。
如果圣武说的是假的，该有多好！三弟，还记得我们结拜时说的话吗？记得。若有背弃兄弟者，必遭天谴，死于万刀之下。金盆洗手宴继续。大哥，其实我来黑风寨的原因是，好好准备。刘团主，前接枪。好。站住！来者何人？我们是四海帮的，听说今天是白夜的金盆洗手宴，特备厚礼前来道贺。四海帮？名单里面好像没有他。哎，来者是客，把箱子打开看看。丁爷，别来无恙了，我等您多时了。前面我都给您安排好了。放心，老子记得当日欠你的这个人情，会留着你这条狗命的。走。今日我白崇业金盆洗手，有诸位当家和好汉在此见证，是我白崇业的荣幸。开始吧。上拳牛！全牛业，欲我黑风寨气吞牛斗，执行业之牛耳，分与大家，同沾喜气。多谢大当家。诸位，我黑风寨本是义军之后，数十年前助朝廷灭西闽蛮族，侠义之风保留至今。我任大当家多年，苦心筹谋，与兄弟们戮力同心，才有黑风寨独占南安城鳌头之鼎盛局势。但我白某人自知，这一切光靠我一个人难以达到，所以今日我满饮此杯，谢谢各位。敬大当家。夏春雨，从今日起，夏春雨便是我黑风寨新的大当家。你们如何对我，便如何待他。定当全力以赴。我是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上去！大哥，保护大当家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丁七，你果然还活着。黑风寨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能少得了老子这份大礼？除了那个女的，全都给我杀光！菜里有毒！大哥，快走！走！不要！
回大哥，快走！大哥，快走！看来他们是冲着我来的。大哥，挺得住吗？区区几个小兵还没放在眼里。白崇业、夏传宇给我留活口，其余人各杀无论。宋金，保护好瑶瑶。是，我们一起杀出去。小心！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今天白崇业必须死！追！停气！有人叫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放弃！大哥，高大，你干什么？错了，是我错了。苏秦，蠢货，还不快追！记住，不能让白崇业和夏春雨死了。追！奶奶，你先走。哎，你先走，一起走，小心走。下去搜！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报，抓到那个女的，其他2人还在搜找，没有找到尸体。那就说明他们还活着。你们把寨子里的鸽子都弄过来，传信出去。白崇业一个时辰不现身，老子就杀掉他一个兄弟。哼，我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。是。松开他！我让你松开！我有话跟你说，让他们都下去。丁气，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我们走。如果你是给白崇业和夏春雨求情的，老子不想听。知道你还活着，挺高兴的。这个还你。
姑姑，别叫我姑姑。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没有我了。你变了好多。从鬼域回来的人，都会变的。但我对你没有变过。丁七，你得明白，就算你杀光了所有的人，死去的兄弟们也不会活着回来。复仇不会让你的心里好过一点儿。我让你别给他们说情。就算我心里不好过，我新一堂的那些兄弟不能白死。丁七，以前都没好好抱过你，现在只剩下一只手了。真没你什么事儿了。白崇业是非杀不可吗？当然。好，我带你去找他。黑风寨有一条秘密通道，如果你找不到他们，说明他们就在通道里。我不信。白崇业罪有应得，我带你去找他，条件是放过黑风寨其他的兄弟。那夏春鱼呢？那你们公平决斗行不行？你别再犹豫了，再犹豫白崇业跑了，来不及了。走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就藏在里面的密室里。丁七，姑姑对不起你了。你干什么？他们根本不在这里。对不对？你引我来，不是带我来找他们，而是要用这里的机关困住我。原来你之前跟我说的话，都是在骗我。对，因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杀人。丁七，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？你和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白崇业，你还有区别吗？满口胡言！原来你之前跟我说的话，都是在骗我。对，因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杀人。丁七，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？你和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白崇业，你还有区别吗？满口胡言！你说，夏传瑜要是知道你在我这里，会不会主动送上白崇业的头？丁七。这么大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我天生命硬，死不了。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。我现在不想听什么秘密。这本就是要告诉黑风寨继任大当家的。大哥，我既信你，别一信到底。过来。一字一句都记在心中。不管是谁派你来的，你都要答应我，
保守这个秘密，答应我，锁起来。大哥，大哥，过去往事种种，是我有负于你，我不可能让你再一次反省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现在丁气不再护着你了。你这个人渣！呸！丁气，丁气，丁气，丁气！丁气，等这事过去之后，他自身都难保。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只要你从了我。他就算是欺我骗我，也不是你能碰的，碰了就得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真的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吗？我可以借你人手，助你剿灭黑风寨。不过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，这个道理你懂吧？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啊！你有一颗复仇的心就够了。至于我要什么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。不关你事儿。你别以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。我忍这个畜生很久了，老子今天总算出了这口恶气。新一堂的兄弟都死了，那些人肯定是有人借给你的。我不是为了夏春雨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。黑风寨已经死了那么多人，你该报的仇也都报了，快收手离开这儿吧。那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你要是愿意跟我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他是真的愿意跟你走，还会被你绑着吗？夏春雨，你来干什么？走啊！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，不关瑶瑶的事。把瑶瑶给放了。白崇业的头呢？你根本不配问我这样的问题。那你也不顾他的死活了吗？我知道你是不会伤害瑶瑶的。我先杀了你！陈驴、林气，你们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林气，你现在这样是打不赢我的。别打了！我跟你说过，你是打不赢我的。丁气，是吗？我杀了他！动手啊！你们干什么？丁气，小心！丁气，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。丁气，
参见世子。参见世子。世子，你是世子？瑶瑶，瑶瑶，你让开！来人，帮夫人松绑。是。世子替朝廷潜伏黑风寨，如今任务已完成，真是可喜可贺。请放心，夫人，我们会好生照顾她。殿下还在等你，世子，请吧。黑风寨的人是都死了吗？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丁七已经答应我不再杀其他人了。夏春雨呢？我要见夏春雨。都死了，圣上，都死了。圣上，圣上你还活着？圣上，圣上，圣上，杀人凶手。谁是杀人凶手？啊？杀！谁？杀！全部都是他！一派胡言！夫人，他定是受了惊吓，已经疯了。来人，在。谁也不许过来！救我，瑶瑶！谁是杀人凶手？圣上，圣上，你别问我。谁是杀人凶手？我不知道。还不动手！不要！圣上！圣上！夫人，这位姑娘已经去了。他卧底黑风寨，等的难道就是黑风寨所有人都死去的这一天吗？夫人还是回房好生歇息吧。来人，在。带走。是。夏春雨，我要见夏春雨。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？我真的没有想到丁七会杀上来。新一堂早已夷为平地。丁七哪里来这么一批厉害的手下？你是怕白崇业就算退位让贤，也不把那件兵器交给我，便想了这么个法子把他逼死吗？你在说什么？其实你早就已经算准了，我会一步一步取得白崇业的信任，直到有一天，除了我之外再无所依傍。那不管什么秘密，他都会告诉我。我都算准了，可白崇业他并没有谋反，还有黑风寨的其他人，他们都是无辜的。无辜的？新一堂为什么被灭？薛进为什么被杀死？这黑风寨称霸了南安城这么多年，他们沾了多少人的血？白崇业杀了多少人？难道这些都是我冤枉他的吗？春雨，你记住了，如果没有我，朝廷也会有100个、1000个、10000个理由治他的罪。你说的都很对，但为什么是我？一开始我本就不该出现在这儿，如今我成了一个出卖自己兄弟的罪人。我自从来到黑风寨以后，黑风寨就无一日安宁。我怀着不诚之心而来，却最终有人用诚心待我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潜伏2字的真意本就是出卖。我求你放了白崇业。如今此事已经与往日不同了。现在整个南安城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朝廷已经知道了他们称霸一方之事，下的死命令就是杀这1个字。殿下，我真的劝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，这样只会害了你自己。殿下如今还跟他说这些做什么？将军，你处处替白崇业说话，可是已然背叛了朝廷。我跟殿下在说话，不容旁人质疑。春雨，我跟你讲过呀，这赫连将军不是旁人。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你我掌控的范围，父皇派他下来，是助我一臂之力。我劝你要尽早把白崇业的下落说出来。要是我不说，那就按叛国罪一并处死。将军，殿下，
誉王殿下如今在朝廷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，想必夏世子应该很清楚。原本他找了一个死了很多年的你，来潜入黑风寨，这事儿若是成了，定是大功一件；但若是不成呢？春雨，现在这黑风寨上上下下，全都是赫连将军的人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到底要不要为白崇业那个朋友害了我这个朋友呢？殿下，来人，在，把夏春雨给我绑了，直到他说出来白崇业的下落为止。春雨，大哥，春雨，你不用再演了。为了让这个贼寇自投罗网，你跟他演的这出兄弟情深的戏已经完了。闭嘴！现在谁也挑拨不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。原来你们想的是这么个主意。自然，纯瑜是不可能背叛我的，更不可能背叛朝廷。是吗？既然你们的兄弟情谊是假的，不如你现在亲手结果了他，夏世子。夏纯瑜，这个白崇业手中掌握了不少朝廷重臣的机密，这也是我来到黑风寨的真正目的。如果就这么杀了他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誉王殿下，你怎么看？如果能从这个贼寇口中挖出一些朝廷重臣的机密，那就是大功一件的。那你有什么法子让他说出来？先把他关起来吧。今晚我亲自审问他，如果问不出结果，我明天一早就亲手杀了他。世子，我来审问白崇业，事关重大。你们这儿这么多人，我还能放跑他吗？是，世子。白崇业，如果你现在肯把勾结东宫、意图谋反的事情全部说出来，我相信誉王殿下和赫连将军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些。叛徒！白爷披荆斩棘，一路走来，也算是一方英豪。可你十指染血，杀人无数。站住！我来给世子夫人送饭的。怎么没见过你？你自然是不会怕这一刀下去的事儿。但如果是一刀又一刀，剜走你身上的肉，卑鄙小人！大哥，
你可要好好想想。奶奶，沈总，沈总，你还活着？夏纯瑜是靖安侯世子，他来黑风寨就是为了消灭我们的。他现在正要杀大当家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这些恩怨与你无关。我相信你是无辜的，快走吧，能活一个是一个。那咱们一起走。怎么走啊？走那边，走，小心。站住！追！早知道你有这一手，弓箭手！火箭！大哥，停！大哥，好戏还没有演完呢。要说还是我这个人慈悲为怀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看看你到底是人还是鬼。世子，请吧。还不动手！纯瑜，你对这个人还心存怜悯吗？滚开！他哪配怜悯我？他背叛结义大哥，回我黑风寨。我今天既然逃不了了，他也别想好过。大哥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枉为福夷公子，是我看错你了。我就是江湖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的福夷公子。你是福夷公子？你让我假装向你行刑，趁机割断绑着你的束缚，你我一同挟持何连轩。倒是大哥你先走，那你怎么办？瑶瑶还在他们手里，我得留下来救他。把他们给我射下来！小沈总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挺住啊你！大人不好了，白崇业和夏纯瑜打起来了。什么？你们几个跟我走！可是，大人这叶锦轩跑了怎么办？殿下的安危要紧，快！是。呀！你说什么福夷公子？还记得我们结拜时说过什么吗？苍天在上，天地作证，我白崇业，我夏纯瑜，今日结为异姓兄弟，手足相待，不分你我，齐心协力，永无更改。没想到再次见面，只能是一人一鬼。一人一鬼。范生以死践诺，着实让人佩服。只可惜去赴约的是鬼，而不是人。大哥不要！你
逃不掉的。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燕山未至，上水长流，菊花之约，永绝江湖。殿下，现在你还说夏纯玉跟白崇业不是一伙的？你没看到他亲手杀了他吗？可是夏纯玉今日，靖安侯世子夏纯瑜手刃贼寇，于黑风寨中往事种种，皆是虚与委蛇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玉王殿下，你真是好得很啊！挺住啊！小神宗，小神宗，你快醒一醒！咱们现在安全，你快醒一醒！小神宗，奶奶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我去找人帮忙。奶奶，答应我，好好的活着。你别说这样的话，你不会有事儿的。宋琪不能再陪着你了，你可不可以再教我一次？小神宗，神宗送你1000万，我们的碗。小神宗，小神宗，我不要1000万，我不要完了，你醒一醒啊！小神宗，宋琪，宋琪，我要你活着，我要你活着！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要你们都活着。春雨，白崇业既能为你牺牲性命，那前一夜一定把绝世神兵的秘密都告诉你了吧？你的娘子已经自行离开黑风寨了。我很庆幸你没有拿她来要挟我。春雨，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？
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，不是我能控制的。现在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但是咱们两个人的情谊从来没有变过。我知道，所以你才会说是我杀了白崇业。唯有在贺连轩面前脱罪，白崇业与黑风斩当真印证了一句话：死人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怎么执迷不悟啊？他真的是怀璧其罪吗？白崇业杀了那么多人，这件兵器如果在他的手上，那天下……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失去了一个朋友，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个朋友。白崇业这一生收藏的奇珍异宝，倒是颇为华美壮观的。他曾经说过，他会把这一辈子最珍贵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密室里面。我一开始以为是珍珠，其实并不是。你要的东西在哪？这个需要一把钥匙才能打开吧？我今日给你的牛角，并不是那头牛的一部分，而是我们黑风寨的传位幸福。50年前，黑风寨的大当家汪苏留下了一个珍贵的物件，传说它能引动天怒，在战场上以一敌百，但我并没有看出此物件有什么神奇之处。三弟，你一定要小心地守护它，觊觎此物者都要死。君越，这怎么？快走！快走啊！君越，你要做什么？这种所谓的绝世神兵，沾满了西闽蛮族和黑风寨众人的鲜血，实在是不祥之物。春云，春云，殿下，殿下快走！快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可惜了，我和你演这么一出好戏，还是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夏纯瑜和白崇业是真心相待，我担心执意的逼迫他，反而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。夏纯瑜可以不告诉我，也可以用旁的事物骗我。殿下，那我们该怎么做？你去做这个恶人，一定要让他觉得，现如今我非但保不了他，甚至自身难保。那如此说来的话，害死白崇业的人就不是你，而是我。待白崇业死后，
反而我会成为春雨心中的羁绊。但你又如何知道，这个白仲业一定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夏春雨？我们逼迫他，让他对白崇业下手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放走白崇业。那个时候，白崇业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这份情谊？白崇业一定会舍掉自己的性命去保护夏春雨。这两个人呢，毁就毁在情谊这2个字上。船家，哎，你听过刻舟求剑的故事吗？我是个粗人，不懂这些。那我跟你说个刻舟求药的故事吧。以为自己还能找到呢，其实找不到。朕抵承天命，统御万方。黑风寨寇贼滋生，糜烂声名。誉王正名誉，身轻战阵，运筹定策，扩清南安，攻没大燕。兼羽亮明邈，为诸王表率，宜家颁赏，以隆恩典。今自明珠石斛，彩艺千户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微臣晋安侯夏卓峰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！免礼了。谢皇上。此次剿灭黑风寨，誉王固然劳苦功高，晋安侯世子夏淳于暗中相助誉王，也是功不可没呀。啊，皇上，恕臣惶恐了。数年前，吾儿淳于与誉王殿下一同出海，遭遇风浪，就再也没有回来，何来的相助誉王之说呀？誉王，个中缘由，你说与侯爷知晓。侯爷，多年前淳于幸免遇难，死里逃生，但是被困孤岛。半年前我在南安城巧遇了他，淳于跟我说，他是搭乘了渔船刚刚回来。李府，哎，明明说的就是这里啊！你找谁啊？哦，我找魏千钧魏大人，我叫叶锦轩，是魏大人亲收的义女。你不识字啊？李府？怎么会呢？干爹明明跟我说，他的府邸就在此处。那姓魏的不会当官，得罪了很多人，被贬到南境去了。如今这是李大人的府上，快走！不是，哎，我这么说，吾儿淳于还活着？唉，恐是武帝炮火太重，世子在最后一役遇到爆炸，生死未卜，不知所踪。武帝，你旧事重提，又未能还侯爷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，
岂非让他旧仇未消，又添新恨？殿下，此话言重了。黑风寨只不过是个江湖帮派，不知到底犯了什么重罪，需要武帝大动干戈。罢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靖安侯，朕已差人发出皇榜，重金寻找世子。待世子归来，朕还会另行封赏。谢皇上。好了，你们都归安吧。臣等告退。明谢，你留一下。是。来包子嘞！好香啊！皮包馅儿大的大包子，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好吃。走，咱们回家吧。卖包子！老板，给我来2包子。2个吗？20文。20文？我以前买都1文一个。嗨，你也不看看，这儿可是京城啊！要不要？给。您的包子。卖包子嘞！皮包馅儿大的大包子。这么难吃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还卖这么贵。百年老店聚福林诚聘大厨了，待遇从优。本来想着来京城能有个干爹依靠，现在没了，还是得自力更生啊。小哥，我报名，我烧的菜可好吃了。姑娘，这后厨里火气冲天的，里面可都是光膀子的大汉，就你这样，能光吗？性别歧视啊！方才你问誉王的，朕替誉王回答你。冤枉父皇，冤枉！白纸黑字，你还在这里喊冤？刚才朕压下誉王，就是给你这个当太子的留些面子。告诉朕，这些年你在黑风寨究竟收受了多少银两？你叫朕如何相信，和你私相授受的只有黑风寨一家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明谢，你贵为太子，怎能如此贪得无厌？但是誉王他处处针对儿臣，父皇，千万别信他的一面之词啊！住口！你犯下大错，不但不思悔改，还恶意揣度兄弟。当臣子的，尚且存了私心，将来如何君临天下？要不是当年兄长走得早，儿臣自知天资有限，无法与誉王兄相提并论，但一直以兄长为榜样，立志成为父皇的好太子。明谢，你要放下小我，心系百姓，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储君呐。父皇教训的事，儿臣回去定当面壁思过，以前种种，以后定不会再犯了。好，下去吧。是父皇。哎，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啊，过来看一看啊！百年老店聚福林诚聘大厨了，快来看看啊！合适的就抓紧报名了啊！哎，朋友，兄弟我滚！干嘛？你是当我瞎呀，还是当我傻呀？你换身蓝衣服，你就是男人了？明明电视剧里边女扮男装都挺好用的呀。哎，我，别再染事儿！哎，都看看啊，都看看！还有空闲聊呢？我要找到厨子了。正吵着呢。那小祖宗可又来砸场子了啊！昨天可把我们说的是一文不值。今天要是再拿不出菜堵住他的嘴，那我们聚福林的招牌可就要砸了。我报名，我会烧菜，我有办法。一个姑娘家想掺和什么呀？去！菜又不分男女。再说了，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呀？我可在南安城最火的餐厅里边当过大厨，好多人排队吃我烧的菜呢。真的？刚刚有个客人点了一道菜，叫金玉满堂。这金玉满堂太难懂了，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
看来点这道菜的人有点水平，不简单。其实这道菜没有固定的做法，用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、地上跑的都可以完成。让我想一想啊，那我就给他来个八宝葫芦鸭。这道菜讲究的是将喜庆的鸭子整只去骨，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食材填充到鸭腹中。哇，对呀，是厉害厉害！松鼠桂鱼，上品的应该是外脆里嫩。这个没有控制好油温，鱼都给炸干了，简直是味同嚼蜡。东坡肉。选的酱油豉香味不够浓，酱香也不够，自然是满嘴肥腻。最差的就是这道清炒虾仁，简直是不知所谓。我们店选用的可是最有名的太湖河虾呀，肉质和口感都是一流的。我们的大厨还曾经是御厨呢。您说我们不知所谓，这虾仁可是炒到了9分熟。那是自然，这还不够。这虾仁炒到9分熟，要把虾仁装在热盘子里，小二得一路小跑，虾仁在热盘子里转熟，上到桌面，客人马上下筷子品尝，这才是恰到好处的口感。可我们都是按您说的做的呀。刚才有一阵冷风吹过，你们这酒楼的窗子是开着的，小二经过走廊的时候，正好吹了阵风，这盘虾仁受了风，这火候自然就不对了。是这么回事吗？是吧？你以为有了大师傅做菜就没事了？错上加错，简直错得离谱。小爷，您是金舌头啊，教训的都对。可是能不能给我们一次机会？这个是您刚刚点的金玉满堂，这是八宝葫芦鸭，闻只有鲜蘑、冬笋、香菇、黄瓜、火腿、虾仁、干贝，还有鸡脯的香味。这8种食材被称作八宝。其实八宝葫芦鸭各地都有，你这道是鲁菜的做法哟，算是识货。鸭骨去的不错，是个熟手。你是？啊，回小爷，这位啊可是我们刚刚请回来的大厨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小的李瑶。啊，李瑶。您尝尝。之极啊！这八宝葫芦鸭最讲究的是食材之间的和谐搭配，你这道菜顾此失彼，5味之中只取了1味咸。咸？不可能！我刚刚明明试了味的。看你这人能用八宝葫芦鸭套上金玉满堂的彩头，还以为是个行家，没想到连酸苦甘辛咸都尝不出来，你还做大厨？唉，巨福林啊，巨福林！这怕是以后连鬼都不临了。小爷，您别生气啊！来人，把这骗子给我轰出去！得嘞。掌柜的，您尝一尝。尝什么尝？客人胡说八道。走。怎么可能咸呢？快走！我明明试了味的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已归了整整1日，若是心中有解不开的结，可否说与老衲知晓？如此说来，你这次回京，是来寻你失散许久的妻子？我本就不想回侯府，京城是个是非之地，原本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踏足。
寺中陈设皆与旧时无异。只是我觉得这一幅画，我记得以前是佛祖的东渡图啊，可这幅是猎户与鹿的故事。相传有一人名陈慧度，于单山射伤一孕鹿，孕鹿产下小鹿，跪而流泪，伤重不治。慧度顿生悲悯，遂弃功，实为僧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这2件遗物是我义兄留下来的，希望能将他们留在寺里，用佛法化解上头的戾气，好让我义兄早得安息。这是无量师的燕山醉，是你义兄白崇业随身携带的。怎么了，大师？老衲明白，你义兄杀孽太重，由此结局是定数。他最终为你牺牲自己，死前存了一份善念，能化解他不少往昔罪愆。老衲会为他和黑风寨死去的众人超度。多谢大师。工作丢了，银子也快花光了。唉，这京城的包子怎么都没有味道呢？老板，哎，怎么着，公子？这个是什么呀？哎呦，你连这个都真不知道？是冤家路窄啊！闺房之乐，鱼水之欢，就靠这个宝贝。还玩这么限制级的？和这个东西有什么关系啊？小声点儿。多少文？哎呦，这种人就该见你1回打你2回。啊，20万。谁摸我？是不是你？说，是不是你？你在说我？没想到你翩翩公子，竟然也喜欢这么勾搭女孩子。不，我没有摸你，你搞错了。没关系，娶我就行。我真的没有摸你，你一定是搞错了。你娶不娶我？我真的没有。你娶不娶我？我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大家快来看呐！就这个人，大庭广众之下，竟然轻浮女孩子。不是我，没有，不是，真的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看就是你。我中意男子。你中意男子？就他？你当我是瞎了吗？你说的对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谁说不认识？你就是刚才在……别乱说！哦，抓得这么紧，我看你们俩就是一伙的。老板，就是你吧？这个东西我买了。你们两个都跟我去见官。你们搞什么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大儿姐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你们来的正好，就是这个男人。大庭广众之下，真的没有！竟然摸我屁股！哎呀！我数1、2、3，一起跑！把他们2个全都给我抓走！跑！给我追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跑！哎，对不起啊！快点！让开！快！京城这么大，瑶瑶究竟会在哪里呢？哎，你看，好像是他。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哼！望月亭才建成几日，就无故坍塌，这就是你承诺过朕的上等的石料。请皇上恕罪，臣一定彻查此事，以确保后期的工程再无差池。免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若当时朕就在庭中，可如何是好？臣罪该万死。誉王殿下求见。宣。儿臣参见父皇。
明玉，你见朕何事啊？回父皇，望月亭坍塌一事，错在儿臣，请父皇莫要怪罪侯爷。侯爷擅长带兵打仗，但是对于攻城一道来说却是外行人。况且是儿臣自告奋勇，把前些年修葺誉王府的工匠推荐给了侯爷，就连那石料都是儿臣亲自挑选的。侯爷纵然有错，但是这错也是因儿臣不慎所累啊。靖安侯，可是如此？既是臣犯下的大错，不敢退位，还请皇上降罪。靖安侯纵然有错，但是他曾经为国征战，功不可没，还请父皇从轻发落呀。誉王，朕追责望月亭一事，若换作旁人，恐怕必有不及。朕没想到你能主动挺身而出，承认错误，这足以证明你秉性醇厚，诚实无畏。此次望月亭之事，你二人皆有责任。念在尚未酿成大祸，朕便小惩大戒，罚你们二人各1年的俸禄吧。多谢皇上。谢父皇。殿下，殿下请留步。殿下，侯爷，还不抓紧去督工啊？本王能救得了你一次，可救不了第2次啊！多谢殿下，方才出言相助啊。只是老臣不明白，凉亭坍塌之事跟殿下毫无干系，殿下这是为何呀？淳于和本王那可是亲厚啊，您又是淳于的父亲，本王怎可见死不救啊？啊，谢殿下。不过侯爷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本王是清楚的。彼时本王示弱，侯爷偏袒太子一方，那也是人之常情，本王可以理解。而且本王没有放在心上啊。殿下，您误会了。老臣忠的是君臣之道，对于您和殿下毫无偏袒之意呀。刚才的事情再次谢过，告辞。殿下，您救了他，他还这么不领情，生怕让别人觉得我们跟他是一党的。哼，这个夏卓峰啊，向来都是明哲保身。不过呢，我救他，不是发自内心之救。现在淳于手上有我要的东西，我维护他的家族，就是为了来日与他相见之时留有一丝余地罢了。殿下这么有把握，夏淳于还活着？夏淳于如果真的想死，何必等到进密室那一刻？不过夏淳于倒是真的聪明，如果他存心想躲起来，那我们确实很难找到他。干什么呀？我擦汗呢。那不会换一只手啊？现在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什么都问我，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你不是也是个男人吗？好吧，总算有人觉得我是个男人了。我记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不学无术的厨子，是不是？你才是不学无术的人呢！要不是你故意找茬，我会丢了工作吗？本来想找机会惩治你一下，结果刚才你也在那里，是你摸的他，你想害我呀你？是，我给你下的套，把我自己套进去行了吧？满意了吧？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不是你上哪儿去啊？开锁呀！我给你锁一辈子呀！没看见那边有个锁铺吗？行，哎，东主有喜，休息半日。怎么办啊？哎，要不要吃点东西再回来？你这个人啊，饿了才想到吃，你这是对美食最大的亵渎。几个意思？美食是用来品尝的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京城第1金舌头。哼，口气倒是不小，敢不敢再跟我比试一次？哼。来，里面请。这边请。
3丁包，面皮柔软筋道，馅儿里有鸡丁、肉丁和笋丁，但这鸡肉是用熬过高汤的鸡肉做的，鲜味儿早就榨干了。这猪肉啊，太肥了，显然不是用最好的五花肉做的。吃的还挺快。面皮里和着菠菜的清香，馅儿里有虾仁和糯米。这是翡翠烧麦，糯米粘牙是上等的鲜糯，但是皮子底太湿了，水汽太重了，一吃就知道火候太猛，蒸过了头。算你有点本事，你再试试这个。哼。这道水煮牛肉香辣肉味扑面而来，必定是起锅后将麻椒和干辣椒磨成粉，撒在这牛肉上，再用煎好的热油浇上。这热油必须得是香油和菜油各参半。汤汁底呢有白菜、芹菜和蒜苗，清香爽口去腥，各取所长。这牛肉腥味极大，原本这麻辣是最好的做法，可它煮肉前未抹芡粉，入口必然有些老。还真是个吃货啊！你骂我？吃货就是美食家的意思好吗？那就算我赢喽。我看是算你输了。你一共有3个错误。首先，牛肉重点不仅在怎么吃，还在于牛肉怎么切。潮汕火锅呢，就借鉴了国外切割牛肉的方法，将牛肉分为湿仁、湿饼、吊龙、三花趾、五花趾等各个部位，其中最适合做水煮牛肉的就是湿饼这个部位。这个牛肉啊，不提也罢。牛肉还重切割？哎，这倒真是新鲜。还有呢？你说。第二，麻辣并不是做牛肉最好的方法。牛肉腥不腥取决于用什么样牛的肉。上好的牛，即便是做刺身，口感也是极好的。什么是刺身啊？就是生吃。不可能，牛肉膻味极大，血淋淋的生吃，你这种野蛮人就是暴殄天物，你知不知道？听说过神户牛肉吗？什么？就是世界上最贵的和牛。这种牛的肉啊，香而不腻，入口即溶，肥瘦分布均匀，而且呢，它的纹路就像雪花一样漂亮。它的肉只要蘸上葱姜酱油生吃，口感就是顶级的好。不可能！什么神户牛肉？你这就是瞎编乱造！哎，什么牛肉我没吃到过，从来没听说过。世界那么大，少年，你该多去看看。我问你，除了京城，你最远的地方去过哪儿？小爷我也是游三江过五湖，见过世面的人。开玩笑，这就叫见过世面啊！就不用说伦敦、日本、巴黎这些国外的地方了，你连塞外都没去过，算什么吃遍天下牛肉？你说的对，我是没去过塞外，那是因为我从小都活在我哥的羽翼之下，有什么想法也不得自由。你还没年满18呢吧？有个监护人很正常的，你再长几岁，你就可以随便吃随便玩了。你跟我一般大吧？你怎么去过这么多地方？还有那个什么巴黎、伦敦、日本，在哪儿啊？等事情都了结了，我带你去真的巴黎、伦敦和日本。你想哭，我陪你哭；如果你想笑，我也陪你笑。哎，在哪儿呢？我忘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瞎编乱造，你什么你忘了，你就是不知道。你就当我骗你好了。你还有第3个错误呢。你说。这家店的菜寡淡无味，你没尝出来啊？不可能吧？虽然是每道菜都有些问题，但也不至于寡淡无味啊。看来这小子那天不是故意整我，他舌头真有问题。啊，这样还说自己是金舌头，年纪轻轻，太可怜了。你又在想什么呢？我们的比赛还不算完，要不我再点几个菜？还点？有那么多银子吗？哎，说好了啊，谁输了谁付账。行啦，你就是怕输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小爷我那就不差钱，你知道吗？
我的钱袋去哪儿了？我的钱袋好像掉了。不是吧？你不是富家公子吗？你叫个人回去拿不就好了？不行，那我……你不会是离家出走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兄长吧，我真的是……行，你别说了，都是电视剧的套路，懂得很。嗯？那怎么办？要不你先……我就这点钱，还不够买几个包子的呢。一会儿，咱们俩就装作若无其事，大摇大摆的走出去。那怎么行？我们还没有结账呢。淡定，淡定啊！两位慢着，二位吃好了吗？看二位的样子是准备要结账了吧？啊，银子放楼上了。放楼上了，不用找了。不用找了。等等。我告诉你啊，小爷我那就不差钱，你知道吗？我的钱袋去哪儿了？我的钱袋好像掉了。不是吧？你不是富家公子吗？你叫个人回去拿不就好了？不行，那我……你不会是离家出走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兄长吧，我真的是……行，你别说了，都是电视剧的套路，懂得很。嗯？那怎么办？要不你先……我就这点钱，还不够买几个包子的呢。一会儿，咱们俩就装作若无其事，大摇大摆的走出去。那怎么行？我们还没有结账呢。两位慢着，二位吃好了吗？看二位的样子是准备要结账了吧？啊，银子放楼上了。放楼上了，不用找了。不用找了。等等，来人家，把他们俩给我抓出来！是。为什么？不是那个，走，快点！太好了，兄弟！朋友，大家都在江湖上混，何必这么简单粗暴呢？何必这样呢？我现在就出去给你筹钱啊！等等，爹娘是这么教你的吧？小小年纪都不学好，1分钱都没有，你们在这儿学人品菜。我告诉你们，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，但是不可以侮辱我的厨艺。咱们没记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2个在这儿干活，一直干到2天为止。啊！爷呀！让开！干活你得给我们解开！你别走！你是在笑吗？没有。那我可不可以请你把他们看好了？可以。别！好，谢谢。哎，你手进来点儿。哎，你快点儿。其实我也挺想上的。我肚子疼，我真的。要不你一起？哎，不，那个我也没那么急，你慢慢来。好，那行。你来迟了。沙漏未完，妾身并未来迟，是殿下心中急躁了，给殿下请安。靖安侯左右逢源，攀上了近日冉冉升起的欲望，难怪夫人胸有成竹了。妾身的事情，殿下不是不知道。妾身一早就明白，辅佐东宫才是妾身唯一出路。至于夫君，朝堂之上
还请殿下高抬贵手。好了好了，望月亭坍塌一事，父皇只不过隔靴搔痒，罚了靖安侯1年俸禄而已，但他对本王却没那么好的脾气了。如此下去，此消彼长，形势堪忧。夫人有何妙计，能助本王绝地反击？近年来，誉王政绩卓著，他在圣上心中的位置早已今非昔比。但是，登高跌重，乃是人生至理。今日他越是春风得意，他日他的下场就越是惨。殿下，请看。这可是内廷禁物。哎呀！啊！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这干了1天了，就这么1个馒头，我可饿死了。现在不说，饿了才吃是对食物的亵渎了。喏，给你。你不吃？我们女，我减肥保持身材，你吃吧。真的？不吃我扔了。哎，我吃。这馒头也能这么好吃吗？你说？哎，人啊，不到困境就不懂得珍惜。你怎么还不去找你的家人啊？我，哼！哎，现在你想找也出不去了，赶快睡吧，明天一早还得干活呢。哎，你离我远点。不，这个怎么离你远点？好吧，就这样吧。我们这一天这么惨，你怎么能睡得着啊？我遇到的惨事儿比这多了，这个真的不算什么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每天累得半死，就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伤心的事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。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叫李瑶。李瑶，我记住了。今天你我也算共患难了。你分我半个馒头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有什么事，你尽管跟我讲，我肯定帮你。年轻人，别这么轻易承诺什么，很容易兑现不了的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没有随便承诺。还有，我叫小景。你我年纪相当，你别总觉得我是小孩子行吗？哎，你笑了，你笑了就承认你我是朋友了。大瑶瑶，说，你是谁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大瑶瑶？你不是总觉得自己是大人吗？啊，好吧，那以后我叫你小景景。小景景，大瑶瑶，嘿，有趣儿。哎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你来京城干嘛的呀？我本是来寻亲的，但没寻成，就想找个工作，这不被你搅黄了吗？寻亲，工作，找工作还不简单呢。等我们把这儿的债还完了啊，我肯定带你去找工作，行吧？大瑶瑶，春绿，我不是春绿。春绿，大瑶瑶的睫毛可真长，真好看，身上还有桂花糕的味道。哦，哇！这大学呀，教授的就是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。这治国平天下呢，就是父皇还有太子的事。你我呢，就好好学习一下啊。这些杨太傅都会教的，不如啊，我们玩一些有趣的。对了，我们上次玩的那个，把木头搭起来，
一块一块抽走，掉了就算输的那个游戏怎么样？来，你坐。你真是太贪玩了。记住，小小年纪要多学习多用功，知道吗？启禀殿下，您要的一批南洋餐具到了。真的呀？嗯。那我去看看，你好好学习啊。嗯。走。五哥这里好玩的应该是最多的。这是什么？1、2、3、4。有王殿下，您在做什么呢？杨太傅，我……这个靖安侯啊，吃亏长智。这亭子修得不夯实，可这园林的布置，还是花了些心思。传下去，赏半年俸禄。是。皇上赏罚分明，明君也。皇上，臣还有一事相奏。说。东庙祭祖之事渐近，此事历来由太子殿下负责，今年是否也如常？听这意思，你们是有别的人选？微臣不敢。来吧，说说你们心中的人选。誉王殿下宅心仁厚，刚刚又立了大功，今年如若由他主持东庙祭祀，必不负皇上之托。众卿也都是相同的看法。臣等皆以为然。参见父皇。参见父皇。快起身吧。谢父皇。明玉啊，我们正在说起你，怎么样？最近17弟的书读得可好？儿臣惭愧，近日儿臣忙碌，对17弟的教学稍有延误，才学到大学而已。17啊，要不要朕考你背书啊？父皇，圣贤说养备而动时，则天下不能病，要有强健体魄，才能为国效力。您考我背书，不如让我和五哥一起舞剑给您看。有意思，如你所说。来，17弟，刀剑无眼，这个就好，点到为止。还是五哥对我最好。那开始了啊！好。嘿。这是哪儿来的？是儿臣贪玩，父皇千万别怪罪五哥。是明玉给你的。是儿臣自己在五哥书架里找到的。薪火相传，虽死犹生。父皇，这其中定有误会啊！这上面的字迹，挥洒自如，确是明玉你的笔迹啊！父皇，这宫中能模仿字迹的人比比皆是，一定是有人想陷害儿臣啊！那这图是你的吗？父皇，儿臣只是觉得这七桥图甚是有趣，但是题字万万不敢啊！这宫中的禁令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父皇恕罪，请皇上息怒。昔年西闽使者以七桥图前来挑衅，拷问天朝才俊，说定有一法能一次将这七桥走完，而绝不重复。宣帝广招天下学子，苦算3日，毫无头绪。可当年年仅8岁的项王突然出列说：“这有何难？”他以单双术法正得。西闽使者所出之题，实属谬论，永不可解。
这一举动不仅令西敏使者铩羽而归，更令先帝龙颜大悦。可惜双雄并立，太子之位只有一个。项王与父皇曾在华阳台争执，数日后项王暴毙，宫中流言四起，均说是父皇害死了他。因项王仁厚，宫人偷偷寄七桥图，以追思项王。父皇一气之下，下令内廷再不许出现七桥图。昔年项王也非嫡出，然而才华横溢，与你的确有几分相似之处。看来你不但怀念他，还想做项王第二了。父皇，儿臣真的不敢呀。这七桥图确实是儿臣所收藏，但是这字绝非儿臣所写啊。17弟，这字到底是谁写的呀？你快说出来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父皇，你别再骂五哥了，是我写的好不好？父皇，儿臣虽有失察之责，但是绝无犯上之心。这8个大逆不道的字，绝非儿臣所写。够了！你作为兄长，让幼弟沾染内廷禁务，本就罪不可恕。可你现在还弃词狡辩，你是想罪加一等吗？父皇，是我做的，我绝不推诿；不是我做的，我也不愿领罪，令父皇失却明君之德呀！皇上，此事还有诸多蹊跷之处啊！是啊，皇上，誉王素来贤德，怎敢做出如此卑上欺下的事情？其中定有蹊跷，望皇上明察。你们这些个老臣，如今都跟誉王好得很呐！朕告诉你们，朕未必死在你们前面。请皇上息怒。圣上当年从诸皇子中脱颖而出，最终登上皇位，少不得一份独揽大权的狠劲儿。如今我们将誉王捧得越高，圣上心中对他就越是忌惮。可惜誉王为人谨慎，虽狼子野心，但表面上谦恭有礼，从未有事能让他得意忘形。众口铄金，只要人人都赞他、保他，圣上心中必定会不快。郑明玉啊，你自小才智过人，朕一直很看重你。你误导幼帝，犯上作乱，结党营私，很好。哼！父皇，哎，走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干嘛呀你们俩是来聊天的还是来干活的？啊？磨磨蹭蹭，哪儿还有衣服要洗的？你够了！不就是欠你一顿饭钱吗？我们给你干了这么多天的活，早就够本了。就是，老子不干了，走。哎呀，你们走得了吗？啊？你这是非法禁锢。那我还真就非法禁锢给你们看看，屁都不懂，还在那儿学人品菜。你们俩这是活该！哎，小姐姐，不要打他！行了，够了！哎，不就是干活吗？我们刚才说错话了。衣服、厨房、院子，半个时辰，我们一定搞定。哎，好好干活。哦，好。
你伤着哪儿了？没事儿。没想到你一个富家子弟还这么护着我，你以前没吃过这种苦吧？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气死我了！不能这么下去了。想招打是吧？大华，是。好。这个时辰人都睡死了，咱们悄悄的从后院溜出去啊！好。刘其生，谁在叫我？谁在里边？你这死猫，不挠耗子，瞎跑什么？太瑶瑶，你别老吧唧嘴呀！你是不是饿了？我是饿，但我没吧唧嘴啊。你谁啊？你们是谁呀？我想，在这个天上居，可没人不认识我吧？你是这儿的掌柜？怎么看出来的？穿的那么好，拇指与食指之间有那么多老茧，一看就是算盘打多了。这样的人在天上居，也只有掌柜喽。聪明呀！哎，对了，你们是谁呀？哦，你们是囚犯。什么呀？你见过一人靠一只手的囚犯吗？那这是什么情况？说来话长啊，都是你那个手下留骑手。哦，哎呀，那既然不是囚犯，那就给他解开，这样孤男寡女成何体统？什么孤男寡女的？掌柜的，你看错了吧？我虽然是长得清秀了点儿，那好，我看错了，行了吧？我和大瑶瑶可是正宗爷们儿。掌柜的，没想到你还有这门手艺啊！实不相瞒，对面那个开锁店也是我开的。可是这3更半夜的跑这儿来吃肉，哎呀，一提起这事儿啊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前2天跟巨福林那个掌柜的打赌，结果我赌输了，要吃斋1个月。像我这种人是无肉不欢的，不吃肉不就得要我的命吗？不是？这天底下还有这样残忍的赌注啊！就是这么残忍。抚之鲜美，一日不食，如幻相思，求而不得，虽生犹死啊！你懂我。哎，对了，这3更半夜的，你们俩不会也是来偷肉的吧？我们是来干活的。都这么晚了，还干什么活呀？谁说不是啊？都是那个刘其生对我们太凶了，不仅拿鞭子打我们，还不给我们好。停！刘其生什么德行我都清楚，但是他做菜绝对是这个，所以这里的所有人事都归他管。还有，今天我偷吃肉的事儿，不许跟任何人说啊，要不然你们俩知道了吗？一定不会说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们俩把这儿打扫干净啊。哎，掌柜的，又怎么了？其实经常吃油腻的东西对身体不好。您看您这一身肯定都是富贵病，我觉得您应该多吃素才好。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！是，但是你想想啊，如果是素菜，也能做出荤菜的味儿，是不是特别好啊？素菜，荤做，你有法子？你等明天早上来尝一尝，不就知道了吗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明天见。拜拜。哎呀，赶紧走。我决定不走了。你真的要留下来做菜啊？你想啊，刘其生那么嚣张，就是因为手艺好，被老板赏识，说明这个老板是个性情中人。如果我能给他做菜，不但可以不用受苦，还能有一份好的工作。
天上居也算是大馆子了吧？这么说好像有道理。但是你可以回去，这么多天了，你家人该着急了。不，我不走。大瑶瑶，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真的啊？我们说过的，要共富贵，同患难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们就应该撸起袖子，加油干！天上不会掉馅饼。哟呵，可以啊，走着。哎，走嘞。小锦江，哎，帮我准备一些香菇、豆皮、青菜，还有蚕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将军，殿下如今四面楚歌，还请您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吧。哎，先起来。这个誉王殿下此次犯的是皇上的大忌，我现在再去说什么，那也回天乏术了。赫连将军当年被卷入石林谢家案，处处被太子殿下针对，幸得我家殿下出手相助，难道现在就这般放弃殿下了吗？皇上给誉王下的罪名是结党营私，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，我劝你一句：宜静，不宜动。那是被奸人所害，只要能查出七桥图上的字是谁写的。你想的实在是太简单了。被奸人所害，那你倒是说说看，这个奸人是谁呀？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一张图可大可小，但是皇上给誉王定了如此的罪名，说明皇上一早就对誉王有成见了。我也不瞒你说，最近我弟弟不见了，这赫连府上下人人忙得焦头烂额，我实在无心顾及他人之事。请回吧。彭我，你说我现如今这般对他，会不会太绝情了？良禽择木而栖，智者顺势而为。舍弃誉王实在是明智之举，又何谈绝情呢？你还真是读了不少的书啊，也不枉我把你收拢在身边。多谢将军抬爱，彭武定当竭尽全力辅佐将军。盐水焯豆腐，久煮不烂。你这是要用香菇代替牛肉做麻婆豆腐？Bingo！ 啊？什么勾？哦，没什么，就是你真聪明的意思。你真香啊！哎，小心烫啊！香菇有了肉的质地，而少了肉的油腻，高汤鲜美。这豆腐久煮不烂，十分入味儿。起锅勾芡，收水极佳，但那股鲜味儿是意料之外的。大瑶瑶，你这加了什么东西啊？陈年豆瓣酱啊。什么酱？这个豆瓣酱啊，乃是麻婆豆腐的精髓所在。怎么这么淡？不会吧？我刚刚尝的时候正好啊。你们京城人的口味都这么寡淡吗？哎，你还是没有味儿啊？哎，大瑶瑶，大瑶，这才对啊！我尝尝。就是盐，就是这个盐有问题。咸死我了！你尝尝，你快尝尝。为什么我只能感觉到麻，却丝毫吃不出辣味呢？你别尝了，
小晶晶，酸甜苦辣咸，我都尝不出来了。我失去味觉了。一个厨子失去味觉，我以后还怎么做饭呀？你是哪时还是朝鲜？真的浑水我先到了自古人生出少年。十里眼里我都像不知疲惫的千里马，苦练刀上工人棒，所有兵器都能耍。耐力增长速度就像做乘法，他们全在研究如何对我进行出准猛打。怕什么？我活得逍遥自在。火焰寺还是因为名声在外，不请自来者，是我一记勾拳，心口开合者，小心车技周连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双截棍在我手里，耍得有点有力，哪样兵器都不能比你。他占有我的身体，看到你不服举笔之力，我的一身正气把小人全部踩在脚底。别靠近我，我见着拆招，所有剑敌不过我三招，刀枪打得不可开交，只有双截棍轻松把你击倒。别靠近我，我见着拆招，所有剑敌不过我三招，刀枪打得不可开交，只有双截棍轻松把你击倒。需要深吸一口气，绝杀的功力不是为了某种功利，内心的忠义让血液流淌动气，强大的冲劲是为了身边的兄弟，所以我在不断重复，让他慢慢在体内融入，成为我致命的毒，逼着耍的汽车输入，看我每次手臂跳力的幅度，发誓一定要成为这天下独步。怕什么？我活得逍遥自在，火焰寺还是因为名声在外，不请自来者，是我一记勾拳，心口开合者，小心车技周连，带着下场一股，却深藏不露。不得为众的信念雷打不动，多年积地，我的名字只是二字不详，磨练筋骨酷劲，一直每日睡在路旁。别靠近我，我见着拆招，你所有剑